Hello， 大家，今天呢，我们就是来讲 WWDC 2025上面发表哪些最大的重点。那正如我们之前所猜测呢，其实这次的 iOS 大部分都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例如说它的界面全新改版啊，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其实这次我觉得很多都是看起来不一样，可是里面实际上用起来就是一样，就是有点华而不实，然后再炫技的那种感觉。然后等一下我们也会念一些，就是我早上发 Reels 的一些留言哦，我觉得真的是讲得太好了。好，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来讲这一次的版本命名哦，就是 iOS 26这件事情。这个26呢，就是2026嘛，就是明年。因为今天发布的这些全部的系统都是 for 明年的，那包含像是 iPadOS 啊、watchOS 都变成了26，就是比较统一跟好记这样子。那再回到我们的 iOS 呢，这次支援的机型其实有分2个派别哦，就是一个部分呢是可以完整支援 AI 功能，然后一个部分是无法使用 AI 功能的机型。那能够完整使用的包含有15 Pro 系列，还有16全系列。那不包含 AI 的部分呢，就是从 iPhone SE 第2代到 iPhone 15 Plus。那这一次被淘汰的机型呢，包含有 iPhone XS、iPhone XS Max 还有 iPhone XR。哇，这样子会刷掉蛮多人的因为我知道蛮多人就是都苦撑在那边，就是不愿意更新这样子。好，那今天发表的这个 iOS 26呢，它已经推出那个开发者测试版本了，然后我现在已经更新完成。大家看这个桌面，就是它是3D 动画，3D 动画的效果，就是现在任何照片呢，你都可以把它转成空间照片，然后设成桌布就会有这样子3D 的效果，对，在炫技。然后除了开发者版本之外呢，之后7月会有公测，然后9月会有正式版，应该上市之前啦，这个正式版就会推出。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到今天的大重点，就是我们的 iOS 更新。那这一次呢，这个全新的设计呢，哇，大家就会看到这个 App 什么的全部都变了，就是它的所有的界面啊，所有的按钮，所有的选单，所有的控制列，然后像 Safari， 然后备忘录啊、行事历什么，里面全部都变了，尤其是相机大改，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相机这下就是会让人又更 confused， 就是让人更困惑，就是因为原本就已经很复杂。然后现在可能要重新学习这样啊，对，这次我觉得系统改版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然后没有比较好用。好啦，我们再拉回来这次的改版，就是这次的这个全新的界面，它的主题叫做 Liquid Glass， 就是液态玻璃，对，液态玻璃的这个主题哦。那这个玻璃呢是采自于 Vision Pro 的它的界面，因为它的界面就是非常通透，然后飘在空中啊，什么非常仙气飘飘的感觉。然后这次 iPhone 这个平面呢，就是想要模仿这种玻璃的通透感。那它玻璃的通透感呢，其实就是透过它的光影变化，所以它要花非常多的算力去，就是侦测说你现在手机是怎么动啊，然后你按哪个按钮啊，它可能必须要透过去，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它透过去这件事情，其实它也是要算的，它是要去算说你是怎么去按按钮，然后它及时要去算这些东西，其实它是要花很多算力，怎么不去算 AI？ 所以呢，他们就宣称说这一次的改版呢，其实是自 iOS 7以来最大的改版，主要就是界面不一样嘛。要说里面功能有没有差很多，其实我用下来觉得还好。好，我们现在呢就带大家快速的浏览一遍这次的 iOS 26它的界面有哪些更新哦。就是我们先来看一下控制列的部分，这个控制选单呢，大家看到它是一个非常透明的这种感觉，而且它有很多动画哦，就是例如说这样子，大家会看到它会有一个小小的那种玻璃的光感的那种感觉。大家会看到它的动画是有重新设计的，然后整个都是非常的好看，有种软糖 QQ 感的那种感觉。然后来看一下桌面哦，桌面的这些 App 呢，你会看到几乎全部都变了，对，就是几乎全部变。最多的就是这个相机啊，这个相机我有点看不懂就是有点复古吗？等一下留言里面也有一个，就是讲到说他们觉得有点像老人。大家觉得这个界面有老人感吗？我觉得有一些还蛮可爱的，例如说资料夹，就是下面这个 files 或者是 email 啊 photos， 它都有一种就是玻璃软糖感的那种感觉。其实我不讨厌这种感觉，就是蛮可爱的。来看一下通知列哦，这个通知列我觉得还蛮细节的哦。就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提示，它有闪一下灯泡？它今天有不同的通知，它会有不同的动画，反正它这边就是会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啦，你点进来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小惊喜，但主要的功能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通知中心。大家有看到这个时间变得不一样了吗？就上面这个11点这次呢，他们其中一个功能就是桌面的这个时钟，它是可以拉大拉小的，就像这样子去调整，而且你看到它的桌布是会跟着一起动的。然后
你去选不同的照片，它可能会自动侦测出哪些是前景啊什么的，然后你的时钟就可以有点稍微遮到的这种蛮好看的感觉。要说设计感，我觉得这次 iOS 16的设计感是有些地方我是蛮欣赏的啦。对，然后再来看 Safari 的部分 ，Safari 你会看到下面的这个网址列呢，还有它的选单呢，完全也是变成比较圆形，然后比较通透的感觉。哇，这个选单很精美耶，就是有点透过去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当你在滑动网页的时候，它会缩起来。就变得非常小一个，就是干扰程度是几乎是降到最低哦。然后来看一下键盘的部分，键盘这次也有改版哦，就变得比较圆形，然后也是这种软糖感，然后有点透过去的这种感觉哦。再来我们进到相机的部分，一进来呢，大家可能就是想说，哇，跟以前差很多哎。例如说以前的原框照片，它可能摆在右上角，现在摆在哪里不知道，你就要重新学啊，对不对？它就在你往上滑，它就会有这个选单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调你之前想要调的东西。然后左上角这边呢，就是你可以选你想要4800还是240的这个画质。然后你会发现下面以前的那个 iPhone 它下面有很多，例如说缩时摄影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呢，它是隐藏在里面，就是你要去滑动它才会出现。然后像是录影的部分呢，改比较多的，我觉得是左上角的这个帧率的部分哦，画质跟帧率你要点进来才能另外选。以前我们是可以分开选的，对吧？这次就是变成比较简洁的一个画面，感觉是非常的年长者友善啊。对，年长者友善就是不会有过多的干扰，然后你想要用的很简单，你也可以非常简单的用，就是你也可以无脑使用，然后你也可以用的比较复杂。例如说我们可能以前会切这种 live photo 的东西呢，就要多一个步骤。对，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相簿的部分哦。相簿的话呢，这次相簿改比较多的是在它整个界面的地方，就是我们 iOS 18呢，它是整页式的嘛，这件事情也被骂了很久，就是觉得好像很难用啊什么的。那这次呢，他们就是稍微改动了一下，变成2页式的。我觉得大家看左下角呢，它这边有个 Collections， 就是之前的所有分类什么都变成在这边。我觉得这个决定我也没有不知道该如何评论，就是差不多吧。然后它的整个界面也是变成这种比较通透感的感觉。使用上呢其实是差不多的。相机跟相簿的部分，今天早上已经收到蛮多留言，就是说看到那个相机，他们就已经决定不要更新了。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感觉？我觉得再给他一点机会吧。对啊，再多给他一点机会吧。就是我觉得也不差吧。我觉得可能要用一段时间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自己觉得好不好用。好，再来看更多，例如说这个备忘录的部分，备忘录的界面也变了，然后行事历也变很多。你看它的日期这边，它的那个空格好像变得更大了，变得更简洁的感觉。然后在 App 资料库的部分呢，大家有没有觉得这边的 App icon 变比较大？这边的 App 是比较大一个还是因为这边没有那个 App 的名称，所以它的图示就变得比较大一个？好，那除了这次界面大改版之外呢，这次其实一个很大的重点都是在 Apple Intelligence 的部分哦。虽然我这样子看下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太会有感，因为台湾就没有开放繁中嘛。哦，对，好消息就是他们年底之前是一定会开放繁中的 Apple Intelligence 的，所以大家可以稍微小期待一下。那这次的这个 AI 呢，他们有支援像是即时翻译，那这个即时翻译呢是可以放在很多 App 里面使用的，像是讯息啊、FaceTime 还有电话。那它即时翻译的方式呢，就是它会有字幕翻译，然后除了字幕翻译之外，它还可以朗读出来，就是你可以及时的听到对方是在讲什么，或者是你在打字的时候，它也可以及时翻译成对方的语言，让对方听到啊，或者是看到。那语言资源的部分，他们首播是会支援9种语言，然后剩下另外8种呢会在年底之前上线，那其中就是包含了繁中这样子。下一个 AI 功能是萤幕内容互动，就是现在除了截图之外呢，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截图让 ChatGPT 看，或者是 Google 可以直接搜寻图片这样。那它的使用方式呢，就是大家现在截图，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界面变得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这个画面呢，你可以直接叫出 ChatGPT， 然后去看你荧幕的内容。那因为我现在这只手机呢还没有启用 AI， 所以这边就还没办法展示。不过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你把图片丢到 ChatGPT 的那种感觉啦，就是你可以直接问他一些问题。那除此之外呢，像是之前我们有介绍过的 Gemoji， 就是可以自己生成 emoji 的功能，然后还有 Image Playground， 就是 iPhone 自己生成图片的功能，我觉得应该很少人在用。这2个功能呢，这次也有得到一些更新，不过我觉得用的人很少，所以这边就先略过。然后还有一个蛮值得注意的哦，就是在捷径的部分呢，这次捷径是可以直接调用 Apple Intelligence 或者是 ChatGPT 的生成，那你就是可以串接一些东西。大家如果之前有玩过捷径的话，就会知道它里面的功能其实蛮强大的，因为它可以结合不同 App 里面的小的功能，然后把它组合起来，变成一个自动化的，有点像是程式的东西。那现在呢，捷径就是可以调用 ChatGPT 还有 Apple Intelligence， 所以玩法又会更多喽。那这次呢，还有其他 App 是有更新的，像是电话 App。
之后的这个电话，现在是好像还没有加进来，因为我们的 iOS 26现在只是第1版嘛，那之后到9月之前呢，都会有好几版的更新。那在电话 App 里面呢，大家会看到现在还是跟以前差不多，但是据说呢，他们之后会把这个喜好项目、通话记录还有语音信箱全部整合到一个画面，而且呢，他们现在iOS 26会内建这个来电筛选，就是之前的 Who's Call 的功能啦，就是它在显示来电的时候，它上面可能就会显示说这个是不是诈骗啊什么的，所以呢，这次的更新就差不多这样子。还有很多我没有讲到，但是我觉得就是都是蛮小的更新，或者我觉得因为台湾现在繁体中文的 AI 也还不能用，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就是会不太有感。因为像其中一个是那个健身啊，这次里面加入了那个 AI 教练的功能，就是它可以知道你所有的历史记录啊，然后你的训练的过程，然后它也可以在训练过程当中用语音给你激励，就蛮酷的吧？对，你们会不会觉得今天这部影片讲完了？跟前面几部好像都差不多，对，好像之前都已经讲的差不多了，因为就是主要就是界面改版嘛，然后其他的 App 好像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更新之类的。然后呢，我们现在要来做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就是因为我早上发了一支 iOS 26的 Reels， 就是短影音，然后呢已经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然后我觉得这些留言呢都还蛮有趣的，我们来把它念出来听一下，然后顺便介绍一下，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是 iPadOS 26，我明天可能会更新吧。对，因为 iOS 其实也是改蛮多的，很多东西都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回到这个 Instagram 大家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20个新的。他说原本期待 iOS 26的，但是看到相机 App 的样子，完全不想更新了，直接把自动更新给关闭了。哇哦！所以大家不喜欢这个相机 App 吗？它改的非常的简洁，就是比较直觉吧，就是无脑使用的那种感觉啊。里面也有很多东西，其实以前会用到，例如说你要调曝光啊，然后例如说闪光灯什么，你就是要另外打开那个选单这样子进去，就是多一个步骤。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这样。然后像是录影的部分呢，也是要多一个步骤，就是你的4K 啊、HD 要调那个帧率什么的。我自己可能也蛮有影响的哦。再来这个呢，有21颗星，他说我有点无法接受，感觉有点老人感啦，我感觉。这次的桌面界面有老人感吗？大家觉得？我觉得蛮好看的，我觉得有点好看。但是有些部分我可以感觉到他说老人感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相机啊，还有那个时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那种老爸爸，然后穿 polo 衫的那种感觉。对啊，为什么会这样的设计，让人匪夷所思。好，再来这个是5颗星的留言，他说相机相簿 Safari 简洁到难用。对，就跟我们刚才说，就是它的相机变成很多地方其实都要多一个步骤。然后相簿之前就已经被骂很惨了。然后 Safari 的部分呢，我觉得 Safari 在浏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缩到很小这件事情是蛮值得称赞。但是选单的部分哦，就例如说我很常用到切换到电脑版。就是因为有些网站他们会设计手机版跟电脑版嘛，有些东西会在电脑版才出现，所以我会常常去按那个按钮。现在我觉得那个按钮越来越难按了，就是好像很难找到这样子。给大家示范一下那个切换到电脑版的，就是现在你要按这个按钮，然后你要再点一次，然后里面才有这个切换电脑版的按钮。这跟之前的 iOS 18是一样的啦，只是我觉得好像越长越里面的那种趋势，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我觉得这次 iOS 26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们把一些原本就已经很简单的东西变得更复杂。我说变得更复杂，是因为大家必须要重新学习。就我觉得简化这件事情做到最厉害的极致的呈现方式呢，是你让它变得更简单，可是你又不用重新学习。可是这次很多东西都要重新学习，你不觉得吗？好，再来下一个留言呢，有7颗星，他说为什么透明让我想到 Windows Vista？ 我是有用过 Vista 的哦。我以前用 Windows 电脑就是几乎都是用 Vista 最多，而且我那时候还蛮喜欢 Vista 的，是真的有点像大家有没有真的觉得有点像？连这个桌布都很像 Vista， 对不对？而且 Vista 现在仔细想起来，它就是真的有一种软糖感，就是圆圆的，然后软糖的感觉。Oh my god！ 大家有觉得像吗？好，再来下一个有4颗星，他说苹果 AI 搞不出来，只要把原本有设计感 UI 乱搞，装作内部开发很忙模糊焦点，殊不知安卓已经很帅 ，Apple 不知道几条线了。哇塞，这个留言好狠哦！我觉得它的 UI 原本就已经很有设计感了啊。这一次的更新呢，我觉得有点像锦上添花吧，就是我觉得它没有变得好用到哪里去。我觉得对于旧的使用者来说，使用起来的差异感是差不多的，就只是换了一个皮而已。大家留言都还蛮狠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YouTube 有没有人留言哦。好，有5个留言。他说的确好看，不过我在等正式版发布之后再升级吧。界面要慢慢适应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很多东西要重学，可是用起来其实差不多。然后他说年底的 Apple Intelligence 也支援繁体中文，不知道会不会和26同时登场，我不晓得这我就不确定了。好，其他就还好，大概就这样子。念留言还蛮有趣的，大家尽量留言，下次干脆把这个念留言的部分变成我们影片的其中一个固定环节好了，还蛮好玩的。好，那我们的 iOS 26就差不多到这边，之后有什么更新呢，我都会来及时来给大家做影片。尤其是正式版的时候呢，一定是要好好的介绍里面到底有哪些更新，因为到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功能，因为现在里面其实有很多东西其实还没有对齐，或者是用起来卡卡之类的，所以到时候正式版会比较完整啦，就等到9月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大家会期待这次 iPhone 17或者是 iOS 26吗？欢迎在下方留言，我很喜欢念大家的留言，大家留言都好狠哦。好，那我们明天应该也会哇，我发现它捷径变颜色嘞，捷径变成紫色跟粉红色嘞。那就是我的颜色啊！不好意思，话题又岔开。我们刚才讲什么？哦，就是我们明天应该会出一个 iPadOS 26的影片，我觉得可能也会差不多，就是界面的改版。但是这次呢，有一些新的东西，让它变得又更像 macOS 了。就例如说它的视窗现在终于可以就是自由的调整地方跟位置，然后大小什么的都是非常的自由。然后还有它那个游标也变得不太一样，就原本是个圆圈，然后现在也是变得比较像电脑的那种感觉。好，那我们就明天再来给大家好好的介绍。我觉得影片应该也不会太长。好，那我们今天介绍到这边，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了，拜拜。